你有听过这个事件吗？有个日本记者用实名揭发自己被资深前辈性侵的经验，但整体日本社会对于他的控诉却不以为然。究竟发生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黑箱日记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伊藤诗织是一位日本记者，曾经在路透社的日本分社实习。2015年，他因为想要争取在美国的工作机会，所以跟之前有几面之缘的新闻业前辈山口敬之会面，讨论签证相关的问题。山口在当时呢是日本 TBS 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的社长，因为与前首相安倍晋三私交甚深，而被媒体形容为安倍的御用记者。但是这场原本应该是专业人士之间的商务会面，却成为了伊藤多年来的噩梦。他指控山口在当晚对他下药并性侵得逞，事发之后呢，还受到了警界高层的包庇，因为他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好朋友。后来伊藤发挥自己的记者专业，把这段经历记录了下来，出版了《黑箱》这本书，同步拍摄了纪录片《黑箱日记》。去年底，《黑箱日记》在台湾上映时，伊藤也有来到台北金马影展参加映后座谈。不过，不同于台湾的社群上面对于案件有不少的讨论，日本那边却异常安静，纪录片也没有上映的消息。当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伊藤有透过法律为自己讨回公道吗？日本人为什么对于案件这么的无感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想要煮菜又怕麻烦的人吗？那你一定要注意这场线上课程，由料理达人 Kazu 研发的奇迹的一物多煮公式，堪称料理懒人福音。一物多煮公式为什么这么神奇？因为它破除了2大煮菜迷思。第一呢，其实日常煮菜只要懂8种食材就够了。因此呢，这堂课精选了8种全年好买、口味又受欢迎的食材。第二，一个食材呢，只要会6种变化，就能够让人吃不腻了。所以只要掌握这套料理公式，懒人也能够每天轻松上菜，不烦恼又不重复，根本奇迹。讲师 Kazu 呢，已经出版了3本热销食谱，他的料理教学影片更累计了超过5000万观看。Kazu 丰富的料理经历让他超清楚哪一些做法最适合怕麻烦的人来学。现在就把握限时早鸟优惠，用优于4折的价格入手课程，结账输入折扣码 COOK77，还能够再省350元，懒人们动起来吧！2015年4月3日，伊藤诗织为了工作，在东京的惠比寿跟山口敬之见面吃饭。当时山口是日本 TBS 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的社长。根据伊藤的说法，当天他原本以为这场商务饭局还会有好几位业内人士一起参加，直到抵达现场，他才发现只有山口跟他2个人。不过，由于山口是新闻业内的资深前辈，还跟政界的人物交情很好，过去2年呢也有在美国见过面，所以一开始伊藤没有特别的怀疑。但是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呢，伊藤突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起身去了洗手间，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记忆。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被山口压制在陌生的床上。他尝试要推开对方，但对方却无动于衷，直到他说他想去厕所，对方才从他的身上移开。从浴室的镜子里面，伊藤看到自己的乳头正在流血，让他非常的害怕，心想着要赶快穿上衣服离开现场。结果他一出浴室，山口又立刻把他丢回床上，想要再次的侵犯他，这让伊藤忍不住对于山口大飙脏话，山口才终于停下了动作。根据伊藤诗织的说法，离开饭店之后，他的思绪陷入混乱，无法接受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当下并没有立刻报警，反而是回家冲澡、洗衣服，去妇产科拿紧急避孕药。一直到案发的5天之后呢，伊藤才终于鼓起勇气走进警局报案。但警方在听闻他的经历之后，态度却非常的消极，一直以伊藤没有记忆，这类案件很难告得成等等的说法劝他放弃。最后在伊藤的坚持之下，负责这起案件的调查员 A 呢才勉强受理，并以准强奸罪为方向开始调查这件事情。那这边也稍微补充一下，伊藤诗织的案件之所以会用准强奸罪而不是强奸罪调查，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日本法律规定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呢是加害者必须要以强暴或者是胁迫的方式来奸淫，让被害人不能够抗拒。而且当时日本法律的规定呢，被害人还必须要是年满13岁以上的女性，这个强奸罪才有机会成立。对，年龄跟性别都有限制。那话说回来以伊藤当时遇到的状况来说呢，他在被侵犯的当下是处于失去意识的状态，自然没有办法被胁迫，不会喊叫、挣扎或是抵抗。事后也有记不得这个案发的经过，所以以他的状况呢，最多只能够用准强奸罪来办理。调查员 A 在受理案件之后呢，与伊藤一同调阅了当晚的饭店监视器。
画面当中，计程车呢在抵达饭店门口之后，伊藤还一直坐在车内，随后才被山口拉下车。而在下车之后，伊藤在画面里面明显的呈现出意识不清、无法自行行走的样子，最后是被山口拽着，才勉强的走进饭店。调查员 A 在看过这段影片之后，才终于改变了之前消极的态度，开始展开更多的调查，包含搜集计程车司机饭店人员的证词。根据计程车司机的说法呢，当晚载送这2个人时呢，伊藤有多次表达请送他到车站下车，是山口执意要前往饭店。而至于饭店房务人员则提到，整理房间时只有1张床铺被使用过，房间内也没有发现任何呕吐物的痕迹。那这部分的说辞呢，跟这个山口传送给伊藤的讯息就有明显的出入。根据山口的说法，伊藤当晚呢把饭店吐得到处都是，他帮忙清理完之后呢，就跟伊藤睡在不同的床上。后来是伊藤主动来勾引他，2人才发生了性行为。另外呢，在伊藤的内衣上面也检验出了山口的 DNA， 显示出了山口有碰过这些贴身衣物。那综合以上的证据法院呢终于批准了山口静之的逮捕令，警方也准备要在山口一回国就立刻逮捕他。纪录片当中提到呢，在取得山口的逮捕令之后，包含了调查员 A 在内的警方人员在行动当天呢，提前抵达成田机场，准备执行任务。但是就在关键时刻，东京警视厅刑警部长中村格呢，却不知怎么的突然下令将行动取消，山口就这样子从调查员 A 的眼前走过。而在事后，中村格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要临时撤销逮捕行动，他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决策的原因，只是仅含糊的回应取消逮捕是合理的决策，同时否认有受到其他政界高层指示。那至于案件调查员 A 呢，在逮捕行动无疾而终之后，也被调离原本的职位，就连他都不知道中村格部长取消逮捕的真正原因。最后在2016年，检察官决定不起诉山口静之，因为他们认为手中的证据不足，无法证实山口有犯罪的事实。那这样子的结果呢，让伊藤诗织非常不能接受。他想到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又觉得自己是一名记者，而且记者的职责呢，就是要传达真相。那为了不让事情就这样石沉大海，决定呢把案件提交给检察审查会，并具名露脸，透过记者会公开发声。2017年的5月，伊藤诗织召开记者会，具名的控诉3件事情。第一呢是山口侵害他；第二，他指控执法的单位办案消极；第三，他认为呢主流媒体们的态度都习惯保护当权者。这场记者会让伊藤诗织成为日本史上第1名具名露面指控性侵的受害者。不过，虽然他有获得部分民众的支持，比如主动跟他分享自己的受害经历，肯定伊藤勇于发声，为他打气加油等等，但更多的舆论呢却是对于伊藤非常的不以为然。不少人批评他在记者会上面穿衬衫却没有扣上所有的扣子，看起来很不检点。也有人质疑他是为了争取工作刻意的勾引山口，事后呢又想要透过抹黑对方来获利，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在野党派来，想要制造舆论来打击执政党等等。纪录片当中，伊藤收到了一封自称女性寄来的 email， 斥责他你公开发声的行为很恶心，丢了日本女人的脸。排山倒海的威胁与批评有使得伊藤不得不搬家，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以确保自身安全。他的亲友们也都遭受到了肉搜还有网络霸凌。但即便是被贴上了许多的负面标签伊藤本人的意志却非常坚定。他认为说出自己的故事就是他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对于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而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检察审查会在经过判断之后呢，仍然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持刑事的诉讼不起诉，但是呢，伊藤仍然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丝争取权益的机会，他决定对于山口提出民事诉讼。纪录片当中呢，在民事诉讼开庭前夕，伊藤诗织收到了一封信，来信者呢自称是案发当晚在东京喜来登饭店当班的门房。信中写说，他自己对于那晚的事记得一清二楚，他亲眼目睹伊藤在自己使不上力的状态被山口卡郎进饭店，还发出类似啜泣的声音。而当这位门房向饭店主管表达担忧的时候，主管呢却要他别管人家的闲事。后来伊藤呢跟这位门房联系的时候呢，他问对方是否愿意提供这份证词，让他当作民事诉讼的证据。门房毫不犹豫的回答，只要能够帮助到你，要我公开身份都没有问题。饭店那边如果有异议，我会再想办法处理。听到这里，伊藤忍不住在镜头前落泪，久久不能够自已。2019年，东京地院一审判决，法官采信伊藤证词，认定双方在案发当晚呢属于非合意性行为，判决山口敬之呢必须要赔偿伊藤诗织330万日元。2021年，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审见解，认定山口敬之的行为涉及妨碍性自主，具备不法性，判决山口敬之要赔偿332万日元。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二审伊藤呢也被判赔山口55万日元，主要是因为他在《黑箱》一书当中提到被山口禁止下药的情节真实性无法获得证实。那针对这一次的判决伊藤与山口都提出了上诉，但是呢，在2022年都遭到了最高法院驳回，二审判决定谳。而在民事的诉讼终于告一段落之后呢，山口方面也召开了记者会。面对提问，山口表示，他对于当晚发生的事感到道德上面的后悔，对于自己给伊藤诗织造成的伤害也感到遗憾。不过话锋一转，他也强调自己同样因为这起事件受到创伤，并坚称自己没有做出不法的行为。刚刚我们说到这起事件呢，是在2015年就发生了。那后续伊藤诗织具名公开记者会，出指控呢，都是在2017年、2022年终于民事胜诉。这一路走来呢，伊藤诗织的案件其实吸引了不少国际媒体的关注。2020年呢，他甚至还获选了《时代》杂志百大人物，被外界呢称为是日本 Me Too 的吹哨者。去年底，这部《黑箱日记》纪录片在上映之后呢，获得了各方的好评，除了拿下2024苏黎世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影展人权影片奖，还入选了第97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片的短名单。但是呢，根据我们查到资料，一直到目前为止，日本还没有任何的发行商愿意上映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社会也有复杂的性别议题困境，但是在伊藤出面发生的这7年多来，日本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 Me Too 运动浪潮。当地仍有相当高比例的性侵受害者，会碍于社会习惯检讨受害者的风气、举证困难以及法律的局限等等因素，选择将自己的经验隐忍下来。而这也让伊藤诗织案件变得像是个案般的存在。不过，针对日本社会对待议题相对冷漠的态度伊藤呢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仍正向的表示，这部作品呢是他献给日本的情书。他希望终有一天，大家可以用更开放的心态，正视存在于社会当中的问题，一起改善不理想的现况。另外，伊藤也强调，他写书与拍摄纪录片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聚焦在性侵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在性侵发生之后，幸存者如何继续的生活。他想要鼓励所有曾经遭受过性暴力的幸存者们，不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活下去，因为光是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自己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像是日本电车痴汉杰尼斯性侵案、法国吉赛尔事件等等的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的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黑箱日记在台湾上映时呢，我们观察到台湾这边的留言或是现场座谈会的风向呢，大部分都支持、鼓励、感谢伊藤诗织。但是在日本至今仍有不少的民众觉得伊藤诗织根本没有被山口性侵，他只是想要扮演受害者，透过炒作事件来增加知名度。那么觉得这样的冲突呢，正好就体现了作品的名称《黑箱》。这个黑箱的意思呢，并不只是在形容警方的处理态度或是方式。我们认为它更重要的层面呢，是指出了像这类密室犯罪案件呢，因为案发现场只有当事人，那在双方各执一词，举证呢又困难重重的状况之下，就很容易变成了罗生门的争议。以伊藤的案件为例案件本身真相究竟为何？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当时警界为什么突然撤销逮捕？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都没有办法获得回答，那外界实在也很难去厘清究竟何种版本的故事更接近事实的真相。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也会联想到前阵子我们讨论过的法国马松性侵案。当时呢，这个事件因为有完整的影像记录，所以对于受害者吉赛尔来说，他反而有机会证实自己真的有受害。那以外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这样的代价真的很痛。而且，就算我们保留伊藤诗织有诬告的可能，对于日本社会的集体沉默，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竟然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站在大众前公开谈论性侵害的相关议题。而在伊藤出面之后，舆论多半也是冷言冷语，而不是更深入的议题讨论、对话或是一起厘清证据。这种社会整体的习惯性晋升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也很难想象处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如果有受害者们想要把经历说出来，究竟要历经多少的挣扎，背负着多少的压力。好的，那碍于篇幅的关系这集的讨论只能够先到这边。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伊藤诗织事件里面的细节、案件调查的过程，以及伊藤本人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我们推荐你可以亲自去看看《黑箱》还有《黑箱日记》这2部作品。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在听完伊藤诗织的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A 在日本这么保守的国家要站出来发声不容易，相信并且支持他。B 日本的执法单位办案也太消极了吧。C 还是不太能够确定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采取保留的态度。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黑箱日记。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日本杰尼斯性侵案以及法国马松性侵案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